我看见你姐夫脸上的伤，这是怎么回事啊？福星，不管你跟你姐夫有多大的误会，他毕竟是我的丈夫，是你的姐夫，你们俩都是我的亲人，手心手背都是肉，伤到哪儿，我这心里都疼。答应姐，找个时间跟你姐夫好好聊聊，把那个不愉快的过去翻过去，啊！别让姐再为你们操心了，行吗？我答应你，我跟姐夫好好的。嗯。老同学啊，我可是专门投奔你而来啊，还望你行个方便，给碗饭吃。没劲。我还在想呢，我们这个衙门小啊，你这个讲武堂出来的大班长啊，不是受委屈了吗？嗨，这好汉不提当年勇，还是你深藏不露，后劲无穷啊！啊，我呢，只想找一份安定的工作，不求别的，养家糊口足矣。这是你的心里话？当然。哎呀，江湖险恶，我是深受其害啊。逞强好胜的事儿，不敢再想了。老田啊，有几句话我想说，行吗？请讲。你看我们这公安局啊，是维护百姓、伸张正义的地方，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表率的是民族风骨。你可千万不能把你在蓝城那一套放到这儿来。男人嘛，要的就是敢做敢当，问心无愧，对得住自己的兄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是希望啊，你和陈星把这些过去的恩怨做个了断，在我这儿重新开始。我眼睛里不揉沙子啊。乾隆，你放心吧，我不是个糊涂的人，看我的实际行动吧。好，姐夫嘛。对。从前的市长、城防司令，现在到警察局做个队长，反差很大。不错，确实反差很大。但你放心，我会重振雄风的。做人应该讲个为人之道，希望你别再走以前的老路，否则会遭报应。你们过来了，都安顿好了吗？我们已经住下。司令，您看我们什么时候也进警局？现在进警局还不是时候。霍晨星把你们恨之入骨，要是落在他手里了，能有你们的好吗？他到沈阳了。他现在是剑刃3级，就连我都要被他领导。那怎么到哪儿都有他呀？这霍晨星当道，咱们就没法混呢。是啊，不除掉他，我们就无法在这里边大显身手。怎么除掉他？您发话。咱们呢，就让火流星来帮咱们。我们是火流星，要钱还是要命？把值钱东西都拿出来。对。
火流星什么火流星？这火流星到底怎么回事？火流星曾经也在沈阳出现过吗？没有啊，我从来就不知道有火流星在沈阳。你看看，还真会选择对象，专杀日本人。你知道吗？最近日本侨民协会向市政府递交了申请书，要求武装自己，成立自卫权。一句话，就是要武器。我一直顶着不批。你看，这家伙有无借口了。队长，这个火流星对我来说可是个老熟人。你了解吗？说说看。说起这个火流星呢，我在兰城主政期间，这个火流星就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重犯，我是投鼠忌器，为此颇伤脑筋啊。投鼠忌器什么意思？因为曾经这个火流星分队的头就是火神星。报告。进来。坐。看报了吧？看。你对火流星怎么看？我也觉得很奇怪，火流星为什么会在沈阳出现？看来你对火流星挺熟悉。局长，以前我是火流星。哈，你倒是很坦率。把门关上。沈阳，这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给我说实话，昨天晚上的案子和你到底有没有关系？局长，我的确和日本人有仇。听说火流星杀了日本人，我的心里痛苦。但是昨天晚上，我的两个弟兄钟义和李浩在局里值班，我奉了你的命令去北大营送机密函件，我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好，我信你。火流星可是你们兰城地面上的侠客，你认为这个凶案会是谁呢？我不知道。火流星除了我、李浩和钟义，其他的人全都被日本杀了。我自己也很奇怪，沈阳为什么会出现火流星？陈强，关于这个火流星，在你来我这儿之后，我也做过一些了解。这是一个除暴安良、替老百姓出头的侠义组织。但是我提醒你，这里不是兰城，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法治，需要国家机器。再学什么替天行道、除暴安民那一套侠义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行了。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既然当了公安，就要用公安的纪律约束自己，千万不能把兰城的那一套带到我的地面上来。我不是龙翔天，惹急了我，我可是六亲不认。我明白。喂，我是黄小市长。我知道杀害日本人后果很严重，现在正全力调查。这不行，日本人这是在找借口，你千万不能答应。不批不行啊！我已经挺了这么长时间了，谁让你们治安不力，闹出什么火流星来呀？现在日本侨民是抓住理不让人，你还让我咋顶啊？他们要发枪就让他发吧，你赶紧给我抓住火流星，其他的事儿你给我少管了啊！小日本居然给侨民发枪了，
哪个主权国家会容忍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我们的政府，我看真是熊到家了。分かった。たった今とてもいい知らせが入った。奴らはついに我々の武器分配に同意した。シナ人は我々が思っていたよりも腰抜けだ。死んでいった仲間もこれで浮かばれる。今現在法隆神が突然深夜に出現したようだ。本当に立つようではない。いずれにしてもだ、法隆神には絶対に我々の邪魔をさせるな。いいか。はい。我听陈师说呀，你们全家来了沈阳，特别来看看你，你还好吗？优美，你一直和陈星在一起吗？对呀，我已经习惯了，他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真是个好姑娘。优美，等一下。哎。这是娘留下来的，今天姐把它交给你。也就是说，姐把最亲爱的弟弟交给了你，你要好好的爱他、疼他，替姐照顾好他。你怎么才回来？不告诉你。我姐跟你说什么了？你怎么知道的？说什么了？这是我娘留下来的，姐姐已经把你当成自己家人了。你说爸爸什么时候才能把你当成山田家族的人啊？你说你爸除了因为西厢的事对我反感以外，还会不喜欢我什么呀？如果我爸爸答应我们2个人在一起，但是他的条件是我们2个人必须回日本生活，那我就跟你回日本呗，然后我再回来。讨厌。西郷さん、いい知らせです。由美さんの行方が分かりました。彼女はどこにいる？彼女はフーチェンシュンと一緒に住んでいます。クソが。もう一つ知らせがあります。山田の電話を盗聴しました。由美さんは今日フーチェンシュンを連れて山田に会いに行くそうです。お前は大至急で山田と誰かを連れてすぐに行くんだ。彼と由美が会ったところを探し、すぐに私に報告するんだ。はい。お父さん。由美。お前何やってるんだ？由美、私は会うつもりはない。すぐに立ち去るんだ。お父さん、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お父さん、西郷さんとは結婚しなかったけど、私たちの結婚を認めてほしい。私が生きている限り絶対に承知できるものか。山田先生，霍先生，这个世界可真小，你没想到在这儿碰到我吧？由美、霍というやつからすぐ離れろ。西郷と一緒に帰ってこい。
でなければお前をここまで育てなかった。ユミ、お前の父のために、そして自分のために、この俺についてこい。西乡，离开你是由美的选择，请你尊重他。火真心，这是我们日本人的家事，用不着你来插手。由于你的出现，造成了他们父女骨肉分离。お父さん、私彼から離れたくないの。許し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由美，我们走。バカいた。西郷さん、何をするつもり？銃を下ろして。你们这是干什么？把枪都放下！黎香先生，龙司令，没想到你也来咸阳了。你就这样对待老朋友的吗？西乡先生，知道你们侨民协会也发了枪，不过这枪是用防身打强盗的，用在今天这个场合，恐怕不太合适吧？你们敢开枪，谁也别想离开这儿。不信就试试。西郷君、すべて私のせいです。聞き分けの悪い子に育ててしまった。ここは先に帰った方が。行きましょお父さん、許してください。学长，今天日本人和霍真兴发生了冲突，还差点动了枪。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事情可能就闹大了。还不是日本人手里有武器啊！局长，咱们公安局的武器装备是不是也该换换了？今天一拔枪，日本人全都是清一色的自动手枪，可我们呢，全是这些老掉牙的单发步枪。最近日本关东军四处的惹是生非，在万宝山公然鼓动中朝农民对抗，又抓住中村正太郎的事件，向国民政府兴师问罪，令人忧虑。我打算去一趟北平，听听少帅怎么说。有的黄显龙现在慌了神儿，跑到北平去了。那您打算下一步？现在的沈阳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是浑水摸鱼、壮大自己队伍的最好时机。乱世出英雄，龙翔天要东山再起，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局长，你回来了，见到少帅了吗？走。局长，你走这2天，日本人越来越猖狂，大白天带着个枪在街上晃悠，根本没把咱们公安放在眼里。弟兄们都憋不住火了，没准哪天就能干起来。不行，起码现在不是时候。你说说看，日本人现在发枪，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认为不是保护侨民那么简单。你想，如果各个国家都以他们的侨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为理由给侨民们发枪，那中国岂不是要大乱了？我觉得日本人这么做的背后，肯定藏着更大的阴谋。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自从张大帅死了以后，趁着俄国的势力撤出，少帅又带着东北军入了关，整个东北地区几乎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小日本我看着是越来越过分，居然派间谍到咱们东北军边防要塞刺探情报。现在他们打着侨民协会的幌子，给日本侨民发了几万支枪，实际上都是关东军发的枪。他们会不会想制造事变？不是会不会，是肯定会。你是山东人，你还记得吗？北伐时期，民国17年5月，日本人在济南制造了一次惨案，用的是什么借口？就是以侨民的安全受到威胁为借口。对，不信你看，这出戏还要上演。要这么说，形势越来越险恶了。我派人采购了25万支枪，1200万发子弹，很快
要运到沈阳，我得先把自己的公安队给武装起来。这小日本真敢闹事，我就真刀真枪的跟他干。诸位，今天把你们请到这儿来，就为了一件事：发枪。待会儿陈星会把发枪的时间、地点和办法告诉你们。我问你们，枪是干什么用的？打仗的。当然是打仗的，关键是和谁打仗。我不说，你们也别问，脖子上长着什么？脑袋。用它去思考，去想。我只是告诉你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就得学会非常规的办法来思考问题，这样到了战场上才不吃亏。局长，这老话说抽了满堂都是各奔一行，要是把我们当正规军使，那些东北军又是干什么吃的？老李，你说这话太糙了啊！但是话糙，理不糙。我们当公安的是干什么的？维护治安，保护百姓，这才是我们的责任。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机就要用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当公安的怎么了？真的有人把你们家房子点了，把屎拉到你们家锅里，不管是当公安的还是当兵的，只要你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得给他狗日的拼了！报告局长，说，日本关东军参谋总部送来一封信。看见了吗？哟，东洋我，行行，你大伙念。是。辽宁省公安处长黄显龙处长台见。经闻你处为地方公安配备大量枪支弹药，甚为不安。公安乃政府内卫，如何按正规部队配备武装？此举势必引发诸多猜疑和惶恐，如演变为内乱之借口，当危害甚多，望三思后行。敬送大安，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听听，枪还没发呢，狗日的小日本要到你们家做客了，还要做你们的主，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这枪不发行不行？不行！226、221、207。205。西洋先生，来，请坐，请坐啊！真没想到兰城一别，我们又在沈阳见面了，这说明你我的缘分不浅啊！坦荡的蓝前西长，前方司令，怎么就混进了黄显龙的桌子了呢？西洋先生，这些话要是别人说出来也就算了，可偏偏从你嘴里说出来，这让我觉得有些好笑啊！你什么意思？本人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是多亏了你的鼎力相助，一份报告都保管不好，还让顾珊珊给偷去了，葬送了我的前程不说，还把你们的铃木特公组一起送进了坟墓。这件事儿要让你们的上司知道了，恐怕你的下场还不如我呢龙上天，你敢威胁我？你信不信我可以马上让你消息？相信西洋先生的手段，我在兰城就领教过了。不过就怕你没有这个胆量。我们都是老朋友了，请不要用这种口吻和我说话。我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利益的。有了利益，过去的一页就可以翻过去了，一切重新开始。我现在有一批大买卖，要不要谈？说吧，什么买卖？近来黄显龙要向全省的公安发枪，知道。这批枪支弹药很快就会抵达沈阳。这支由25万支枪和1200万发子弹武装起来的公安部队，这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想过吗？这是他去了北平见了张学良以后做出的决定。你以为只有你们日本人才会发枪吗？你一定要自己打。你有什么高见？高见谈不上，不过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抢。很简单，我做内应，你们组织行动。条件吧，抢来的枪支弹药，咱们要55分成。你的胃口够大的呀！现在时逢乱世，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要有人有枪。我龙翔天东山再起，在此一举，怎么样？做还是不做？我马上就准备。我们就搬前突围去牵接批破，到时候我进攻，你加手，来，为我们的合作成功干杯！来，炮子，人到齐了吗？还少一个。报告。进来，门关上。我宣布一项重要任务：明天早上7点，最后一批货10万支枪、500万发子弹会分2批运到。接货地点在2处，一处在城西的翟家镇，一处在城南的地头。一队跟我去城西，2队随龙队到南城。现在我宣布一下纪律：从现在开始，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不能打电话，就是上厕所也得2个人结伴去。明天早上6点准时出发。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队长，我有问题，因为家里有点特殊情况，我想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免得他们为我担心。纪律我已经宣布过了，明天早上6点准时出发。今天只好委屈大家在这歇一晚上了。这批货非常重要，说大了是国家的事，往小了说是每个中国人的事。我们做警察的职责是什么？大家心里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远远比保一方平安要重要得多。说大一点，涉及到国家的安全。今天的行动，大家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一旦出现意外，按预定计划行动，明白吗？明白。出发。大家注意了啊！这离接货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注意警戒。要是在谁身上出了问题，我饶不了他。是。去吧。霍晨星，我听说过你，山东剿匪督办，你怎么当警察了？你们赶得够快的，提前了30分钟啊！就怕耽误时间，一路上歇人不歇车，连口水都没喝，总算没迟到。好了，你们接收吧。钟义，一会儿进城以后，带着弟兄们好吃好喝，让他们好好休息。好嘞。
哎，对了，我去铁匠头看看，那边怎么还没动静？啊，营长小心点。龙长官，时间已经过了，送货的还没到，该不会是出问题了吧？闭上那嘴！是。大白天的能出什么问题？这么远的路，晚个8小时不算什么。再等等。是。铁匠，这你怎么来了？都这么长时间了，这货怎么还没到？不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不可能一个时间到，这估计也快了，咱们再等等吧。不行，都过了40分钟，咱们去营。警戒！火车不见了，肯定是被土匪打劫了。这些人肯定也是被土匪打死的。土匪会穿这种丁字裤，是日本人干的。局长，我没有接到货，导致军火被劫。都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辞呈。损失了多少？30多名押车的军人被杀，5万支枪，250万发子弹，还有10辆运载货的军车。这是谁干的？是日本人伪装成土匪，制造了一起有预谋的行动。这次接货运货，我采用了最高级别的保密措施。日本人怎么知道的？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行动前，所有参加接货的人都在公安局里待了1夜，第2天一早出发。我实在想不出来这漏洞出在哪儿。货丢了，都是我的责任，请您处罚我吧。你们俩别想给我躲清静，马上把案件给我侦查清楚，把军火给我找回来。如果真有日本人参与，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这儿有奸细。我认为，要想侦破这个案子，首先要抓住主要环节。什么主要环节？第一，这次劫车现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尽管地方比较偏僻，总是还能找到目击者的。我们要布置人马查找目击者。还原当时的真实情景，对破案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这批军火可是整整的10卡车啊，不是藏在哪个角落里就能藏得住的。要查找这一批军火，首先要突击检查市内各大仓库货场。这个事交给我吧。这件事情只要把一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什么问题？抓出内鬼。这么周密的行动，消息是怎么透露出去的？日本人为什么时机抓得这么准？他们完全是有备而来，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这次行动的前前后后所有的细节我都想了一个遍，也没想出哪有漏洞。那就是有的细节你还没想到。我相信，只要这个内鬼行动
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营长，有一个人很可疑。昨天后半夜，上洗手间。我还想问你呢，你干什么去了？少大马会。你刚才去霍长官的办公室干什么？我刚才路过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门开着，灯亮着，窗也没关，我进去关灯关窗。你说错了。进去关灯用得着鬼鬼祟祟的吗？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别他妈以为你官大我就怕你。说放开，我要睡觉。这么重要的情况，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当时看他理直气壮的样子，就没太在意。昨天黄局长给我打电话要一份机密文件，我确实回了趟办公室。出去的时候窗和灯确实没关，这个事孙涛没撒谎。进办公室除了关门关窗户以外，他还能干啥？他是干这个。有什么证据？把人抓了一问，不就全都清楚了吗？孙涛，龙队长有话问你。什么事儿？跟我回去上。走吧。孙涛，我问你，昨天晚上你都干什么去了？什么也没干啊。你小子还撒谎！昨天晚上你去霍长官办公室干什么了？哦，我想起来了，昨天夜里我上厕所，路过霍长官办公室，我看见他门没关，灯没闭，我就帮他把灯关上了。你有没有动过电话？没有啊。看来我不给你动点刑，你是不会讲实话的。把鞭子给我。哎，别，我说，我昨天的确用过霍长官办公室电话，但那只是个报平安的电话，我又没说什么别的。参加这次行动的所有人不许打电话，这你不知道吗？我看你就是那个内鬼，就是你泄露的消息。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抽断了你的筋。我怎么又成内鬼了？你们能不能别冤我好人？昨天是我爹大寿，这家里人说好了给他过生日，是我突然间接到任务没回去，我怕他老人家担心，所以打了个电话报平安。我又没说任务的事儿，我怎么又成内鬼了？孙涛，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城里孙记照相馆，电话号码是……别说了，我已经查过了。昨天夜里我的办公室只打出过一个电话，就是给孙记照相馆打的。而且昨天也的确是孙涛父亲的生日，他没撒谎。放了他。放了他？先放了他，然后派人盯着他。营长，就算是他父亲过生日，他也很有可能在电话里把消息透露给家里人，然后把消息传出去。不是没这种可能，但是我找到一条更有价值的线索。什么线索？这是我刚查到的一份电话记录单。昨天晚上12点40分，从我们公安局的门卫室打出过一个电话。接电话的对方是日本侨民协会。联系到这次劫车是日本人干的，所以这个电话很有可能就是泄密的渠道。我去查昨晚值班的门卫是谁。是石开。石开？不对啊，这石开又没参加这次行动，这情报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的？撬开他的嘴，我们就知道了。钟一耗子，马上把石开控制起来。是。对，这个很重要。
我先去查一下石开这人的资料。如果人生重来一次，我依然会站在这里，跟随着正义，带着爱的期许，昂首动荡时代里。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我依然会奔向那里，带着好兄弟，挥舞信仰的旗，驰骋在光辉岁月里。熊熊烈火燎原石，虎虎生风左膀右臂，长河日落西城市，胸怀天下家国事，浓浓热血凌云志，茫茫大地你我兄弟，一马平川归来日，十足举杯再一次。生重来一次，我依然会站在这里，跟随着正义，带着爱的期许，昂首动荡时代里。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我依然会奔向那里，带着好兄弟，挥舞信仰的旗，驰骋在光辉岁月里。熊熊烈火燎原石，虎虎生风左膀右臂，长河日落西城市，胸怀天下家国事，浓浓热血凌云志，茫茫大地你我兄弟，一马平川归来日，十足举杯再一次。熊熊烈火燎原石，虎虎生风左膀右臂，长河日落西城市。